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寿命竟与体重有关。研究发现，这样体型的老人更长寿。随着我国老龄化日渐的严重，很多人开始讨论老了以后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更加的长寿。人们都说上了年纪的人身形清瘦一点更利于健康长寿，这观点有道理吗？那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应该减肥呢？这种胖瘦和健康寿命之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，但是从来没有哪帮人真正的说服了另一帮人。在此，医生就要通过实验证明40岁以后的人到底是肥一点好，还是瘦一点好，还是不肥不瘦比较好。一，老来瘦的人寿命会更长。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当中，老了以后越来越瘦就是长寿的代名词。如果瘦到皮包骨一样，就能够活到100多岁。日本厚生省的一个研究所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研究调查，结果发现40岁以后的人肥胖的程度确实能够决定寿命长短，其中瘦子的寿命要比胖子的寿命短6到7岁。这让人很纳闷，本来以为自己保持苗条的身材，到了老年以后肯定能够长命百岁，结果才知道自己不如胖子活得久。二，那为什么瘦子反而活不长呢？一，瘦的人抵抗力比较差。如果一个老年人很瘦，那么他是经受不起一场生病的，因为瘦的人身体的营养储备比较少，能量不足导致免疫系统、修复系统得到的能量补给就很少，因此在一次疾病或者一次受伤后，瘦的老人离世的概率会比较高。而较胖的老人因为有充足的能量补给，因此撑过来的可能性比较高。就以这次新冠感染为例，全世界范围内偏瘦、营养不良的老人死亡率要高于偏胖的老人。二，抗风险能力低。较胖的老人皮下脂肪比较厚实，瘦的老人没有充足的皮下脂肪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同时发生了撞击，胖的老人可能一点事都没有，但瘦的老人可能因此骨头断裂、内脏破损。两者的抗风险能力有本质上的差异，这也导致寿命有差异。三，瘦的老人能量储备不足。越是临近死亡，人越瘦，因为吃东西吃不下，身体的能量每天入不敷出，人体每日需要消耗一定量的蛋白质、脂肪，这些就是能量。可是偏瘦的老人无法给予身体各部门这些能量，因此瘦的老人一般会更快地进入油尽灯枯的局面，从而离世。因此不要盲目追求老来瘦。科学研究表明，40岁以后身材保持微胖才是最合适的。BMI 指数如果低于18的老人一定是活不长的，建议大家自查一下。三，想要长寿，什么样的体重刚刚好？太瘦的人无法长寿，那么胖到什么程度的人能够长寿呢？难道那些是200斤、300斤的胖子？也不是，太胖一样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因素。在临床上，我们将微胖的人视为最容易获得长寿的人。欧洲科学家对此做了一项的科学研究，结果表明，体重而死亡率出现了 U 型曲线的改变，曲线的最低点就是死亡率最低的体重。科学家们发现，超过标准体重 10% 至 15% 的人寿命更长，死亡率更低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中国疾控中心在《柳叶刀》上发表的一篇这样的调查研究，中国男性在30到49岁之间肥胖率是最高的，而这也是导致了中年人患上心脑血管疾病、癌症、寿命缩短风险提高。那么中年人保持什么样的体重最安全？研究证明，体重 BMI 指数维持在20到24之间，死亡率是最低的。BMI 指数大于24就属于超重，大于28就属于肥胖。而我国中年男性的 BMI 指数就普遍接近了28，来到了肥胖。因此
中年患病的风险才这么高。中年患上了慢性疾病，老年的死亡率就会大大的提升。4. 中年人如何保持合理的 BMI 指数？首先，应当保证合理的三餐饮食。到了中年以后，出现肥胖的问题主要和饮食有关，长期吃宵夜、三餐不规律、大鱼大肉等。如果你的三餐已经颠倒，并且喜欢吃宵夜，那么中年肥胖不用多久就会找上门。与之一同来的就是各种的疾病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血栓等。其次，少喝酒。中年喝酒几乎成了标配，不喝酒怎么谈生意？不喝酒怎么交朋友？这是很多人的借口。可是，如果你不想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，还是不要沾酒。一杯啤酒的热量可以达到了180卡路里。长期的喝酒最容易引起腹部脂肪的沉积。要保证足够的睡眠，睡眠不足也会导致严重的肥胖。美国宾州法尼亚大学的医学院的研究显示，长时间的睡眠少于6个小时的人，出现肥胖的概率更高。这是因为当你长期的睡眠不足时，身体会刺激肾上腺素分泌致激素，引起脂肪堆积。如果能够做到充足的睡眠，可以让腹部肥胖的风险降低 28% 到 35%。 最后就是运动。对于中年人而言，运动可能有些困难，但是不运动，不制造热量缺口，想瘦下来是很艰难的。每天半小时中等强度的运动有利于中年人减肥，可以选择跑步、游泳、打球等的运动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5. 过了50岁以后，体重稍微超重更容易长寿。世界卫生组织划分的 BMI 指数一般建议正常人保持在18到 24.9 之间为正常，超过了60岁，体重保持在25左右会更长寿。而且研究表明，60岁之后超重人群要比正常人群死亡率降低了 6% 左右，这让人有些惊讶。年龄越大，超重体重反而更健康，那是什么原因？1. 50岁以后的人营养流失比较快，钙质流失、蛋白质转化消耗、氨基酸不足等，因此吃得比较胖的老人营养状态会相对较好，能弥补一部分营养的流失。上文说了，能量是维持人类长寿的关键，能量不足，人类就别想长寿。所以和那些消瘦的60岁老人相比，超重的60岁老人更加的健康，身体素质更强。2. 抗病能力强。人到老年就会不停地遭受各种的疾病，断断续续的感冒，不停的发烧、腰腿疼痛、器官老化等。在面对疾病的同时，肯定是储存越多的能量，抗病能力越强。如果你没有储存多少的营养物质，或许简单的发烧都能够让老人透支最后的能量，因此相对超重的老人身体的抗病能力会更强。3. 心态会比较好。有句话叫心宽体胖，就是说不计较小事，心大的人就会比一般人更胖一些，更宽阔一些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老人每天开开心心，情绪稳定，不想任何事，那么这样会胖一些。那些天天算计别人、有烦恼的老人就会瘦一些。因此，胖的老人心态好，心态好就更长寿。6. 老人适当增肥怎么做？因此，太瘦的老人已经不符合长寿的标准了，赶紧动起来，让自己胖一点吧。1. 可以适当的吃点甜食。没有糖尿病基础的老人吃点甜食是有利于增肥，还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，让老人感到幸福，但是不能吃太多，一点点即可。2. 均衡膳食，少食多餐，增加热量的摄入，适当的增加主食摄入也是老人增肥的主要手段。3. 增肥期间可以减少热量的消耗，减少过量的运动，每天活动一下即可。4. 增强脾胃功能。如果脾胃功能比较差，那么老人再怎么吃都是吃不胖的，可以通过中医药养生来强化脾胃消化吸收的功能。总而言之，对于老年人，稍微偏胖一点可能比较好，所以老年人的体重指数维持在23至25的平均寿命会更长一点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